家好，我是 Coco 不道师放空。那今天呢，还是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基础功能面板部分。今天要讲的面板呢，是关于我们的资源管理器面板。资源管理器面板负责管理项目内的所有资源。资源管理器面板呢，分为上方的工具栏部分和下方的两个资源管理容器部分。第一个资源管理容器呢，是我们的用户资源管理容器，负责管理用户导入或者制作的所有资源。那下方呢是一个内置资源管理容器，负责提供呢 Cocos Create 3D 为大家提前制作好的一些资源包括一些 Cube Map 的所有的贴图或者一些材质模型资源等等。这些资源的话，你可以拿来使用，但是你不能进行修改，因此这个资源的前面呢加了一个锁。这是内置资源部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用户的项目资源部分。这些用户资源的话，可以通过外部导入的形式，也可以通过创建我们 Cocos Create 3D 为大家提前制作为大家提供的一些资源格式。如果外部资源的话，你可以通过右击的方式来打开当前这个资源容器所在的文件夹，然后通过复制、粘贴等方式把资源复制进来。同时呢，假设我要导入这份材质、这份贴图资源，我也可以通过选中我要放的文件夹，对吧？然后我将资源选中，然后拖入到这个文件夹，可以看到这个位置。那我当前要放到这个贴图的文件夹下，松手，这两个资源就被导入进来了。这两个贴图资源，看到没？这个代表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属性，这边就可以看到点 PNG， 这个是一个贴图资源。可以看到这个资源呢，它是一个文字资源。文字资源的话，带有一个文字的这个资源以及它当前资源的贴图。这个是我们的音频资源。这个就是我们的模型资源。模型资源，你看它底下所有的模型数据，包括它的一些网格材质预制等等。这个是它的真实的一个贴图。这是我们导入的几个外部资源。那外部资源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贴图的话，它是可以选择它导入的贴图类型的。贴图类型的话，可以看一下，分为你看原始图像资源，还有图像资源，以及法线资源，还有这个精灵针资源，以及我们的立方体资源。原始图像资源的话，我们一般在编辑器里不会直接拿来用，所以的话，这对你们来说意义不大。这个是图像资源和法线贴图资源，这两个一般都是给模型使用。然后这个是精灵针资源，精灵针资源的话是给UI 也就是我们的2D 使用。如果你要在 UI 上来显示一张图片的话，你必须要把它的类型选择精灵针资源类型，点击然后那边应用，它才可以被 UI 使用，否则是没法被 UI 使用的。这个是立方体贴图资源，这个方面的话主要是给我们的那个天空盒来使用。这是我们的图片资源的类型。这下面这一部分呢是关于我们的压缩纹理你可以选择压缩纹理的格式以及压缩纹理的质量等等。这是压缩纹理的部分。这删掉。这下面的话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贴图它的一个采样方式，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一个采样，这是贴图部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几个部分。我这边刚刚前面改了，我给它撤销掉。这两个部分没什么好说，这个是那个文字资源。文字资源的话可以直接拿来使用，因为它贴图这边已经关联上，你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文字资源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创建一个UI 这边的一个文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本，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文字资源放到这个 font 这个属性上。文字资源这边有个点你一定要注意。因为我前面说了，所有的关于这个贴图资源都要在 UI 上使用的话，它的类型必须是 Sprite-Frame 类型，所以这里的话你一定要勾选 Sprite-Frame。可以看到报错已经过了，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本已经被渲染出来了，对吧？这是文字资源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音频资源的话，这里没什么好讲的，音频资源就直接使用就可以了。然后这是我们的模型资源。可以看到从我们的属性检查器面板上面可以看到模型资源有个 model， 也就是它的法线和它的切空间的选择，还有关于它的动画动画这部分，因为我们当前导入的模型没有动画，然后我把一个带有动画的模型资源导入。可以看一下，
这个模型身上是带有动画的，它有分这个动画的开始与结束时间，它的一个循环方式，还有它的一个采样的方式，还有它这些的信息。你看，如果你当前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动画呢包含3段动作的话，你就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动画的剪辑。这是材质部分。材质部分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当前我把这个先禁掉，切换到3D，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模型。可以看它身上的材质的丢失了，对吧？它采用的是哪个材质呢？它自身的材质，自身材质的话，估计是贴图不对，对，贴图不对。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我们想要改这个材质的话，但是我又不想改到它原来自带的这一块材质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材质 dump 的方式，把这个材质复制粘贴出来。在这边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一个材质资源，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放上去，然后应用一下。然后再把你看这个材质贴到它这个身上去，选错了，对吧？可以看到这个材质已经被贴上去了，然后它有分好几个地方，所以要一个个贴才能完成。这边我就不演示这部分了。这是一个材质的这是一个模型的部分。那后面的部分的话，就是要不要使用什么顶点颜色啊等等之类的，还有它的一些原始路径等等。这些基本上你们其实是不用关心这个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部分都是我们的外部导入资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内置资源部分。内置资源的话，可以在我们这个用户资源容器部分这边右击创建内置资源，也可以通过我们这边的左上角的加号按钮来创建资源。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资源类型有哪几种这个资源分别是我们的叫做文件夹资源，这个是场景资源，这是脚本材质因为物理材质它有物理材质其实跟那个粒子材质它们都有自己的行为，所以这边有物理单独的材质和材质普通材质。还有这个的话是我们的 Cube Map， 就跟对应我们的那个立方体贴图，这个主要是给那个我们的天空盒来使用。这是 Render Texture， 也就是运行时的渲染的一张贴图。这是我们的一个 shader，shader 还有它的头文件。那这是动画资源，动画剪辑资源，这是我们的自动图集，以及我们的自定义渲染管线部分，还有我们的地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先来创建一个默认的文件夹资源，我们定义为 customer， 这就是文件夹资源的定义。文件夹资源的话，可以很好的帮我们对资源进行一个归类。再来看我们创建一个场景资源，我们当前的场景的话，这边你可以看一下，处于一个没有命名，对吧？还有个星号，代表它当前是属于一个叫做没有归属的一个状态。同时呢，它还有修改信息没有保存，也就是说我们当前是没有这一份场景资源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将编辑器关了，重新打开的话，我们现在编辑的所有内容都会丢失，因为它没有数据去存储。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最好方式是在你当前编辑的场景下，你按住 Ctrl 或者 Command 加 S 的方式，它会自动生成一份当前场景。这边你可以看到也变成了当前的场景资源。那你如果不用这份资源的话，那我们可以直接删掉。我可以在这边创建一个我自己想要的场景，比如说我场景叫 Test。这个时候我可以双击我就切换到当前我的新的场景。我可以这边编辑任意的内容，你看比如说保存一个空节点等等。这边就会有个星号，那我保存 ，OK， 星号就没了。这是场景资源。场景资源的话，可以很方便的，当我们下次打开这个项目的时候，能够还原我们之前编辑的那个场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脚本资源。脚本资源这一块呢，其实是比较好理解的。不管你是在编辑器里想要实现某个功能，或者在游戏运行的时候呢，想要控制游戏的整个逻辑是怎样的，都是通过脚本来进行控制的。然后接下来看一下，还有我们的材质。材质和物理材质我就讲一个吧，这是材质资源。这是我们的材质身上，你可以看到我的这儿已经可以在我们的属性编辑面板对材质进行一个实时预览。那预览的这个模型类型呢，有分为你看正方体、球体、圆柱体和圆环等等。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内置的光源，可以很方便的观察到这个模型在这个当前材质作用下的一个受光的情况。这是材质的shader 的选取，就是这些东西的话都是我们 Cocos Create 3D 为大家已经制作好的一些 shader。
同时的话，如果你想要有自己定制的 shader 的话，你可以在这儿创建你的 shader 文件，比如说你 shader 也叫 test， 我们所有都以 test 为命名。那你可以在材质这儿来选取你自定义的 test 的 shader， 然后记得要应用，不应用的话数据会丢失哦。那底下这一些呢都是可编辑的 uniform。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资源，那这个是刚刚前面已经做了一个 shader， 这是 shader 的头文件，你可以看一下 shader 的头文件，它包含一些头文件信息。你这些信息的话是可以多个 shader 共用的，就比如说 A shader 如果有用到这一部分头文件的方法要执行的话，它可以引入头文件可以引入头文件 test， 然后 B 如果 shader 的话也想用的话，也可以同时引入这个 test， 这是头文件的一个编写。这样的话可以达到多个 shader 之间共用。然后来看一下Cube Map，Cube Map 的话其实比较简单，就前面跟你讲的来这个 Cube Map， 看到没？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立方体，叫做贴图资源，对吧？也就是我们天空盒的部分这里可以选它每一个面要选什么样的贴图来贴上去，这是一个Cube Map。Render Texture 呢会将当前相机渲染的内容绘制到一个单独的 Frame Buffer 上。这个 Frame Buffer 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张贴图，可以拿来在我们的项目里任意的使用。一般会在相机这儿，你看有一个叫做 Target Texture 的方式来放这个 Render Texture，也可以在 Canvas 身上也有这么一个接口，可以来放这个Render Texture， 然后它又可以定义自身的一个宽高。以及呢，我们这个叫深度模板，它的格式一个选择。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资源，那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动画剪辑资源。动画剪辑资源的话，可以比如说这个先删掉，在我们的节点身上，可以通过你看动画编辑面板来添加动画组件。这时候一个动画组件被添加上，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创建一个动画剪辑文件。可以看到动画剪辑文件我们也叫 test， 保存一下。这个时候它就关联上了这个默认的动画剪辑是我们的 test， 就是动画剪辑文件。这只是一份动画的数据记录文件。你在这儿的话可以通过编辑当前的我们的动画信息，这个数据就会被写入到这份动画文件里。这是我们可以自定义的一个动画。再来看一下这部分是自动图集部分。自动图集的部分怎么使用呢？自动图集的话，其实主要是给打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很多闪图的话，就可以把它在打包的时候给它打成一张大图。大图呢能够减少图片上传的次数，来提高运行时的效率。来创建图集。图集呢会针对当前文件夹下的所有的图片来进行一个图集的打包，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地方。可以看到图集身上有它的一些最大的尺寸设计，以及它的一些旋转什么这些参数的设计，以及它的图片最终形成的一个采样方式，以及压缩纹理的选择。底下还有个预览按钮，我们可以点击预览按钮来预览当前打包后的图集。我点击预览按钮似乎没有反应，其实出了 bug 应该。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尺寸的话，当前512/169，我们选择的最大的尺寸是1024，所以是不会超过去的。那当前没有预览出来，应该是有 bug 的边存在。正常情况下的话，会把这3张图片打成了一张大图的形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资源。这是一份叫做渲染的流程的一个定制资源，可以定制我们当前的一个渲染流程。那这部分的内容讲解起来呢，其实比较不容易一句话就能说通，所以之后也会出个专题的形式来进行一个专门他们的这部分的资源的定制的一个说明。最后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地形资源。地形资源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场景里来创建一个地形。这个地形的信息呢，就会记录到我们当前的地形的资源上，所以我们这儿可以创建一个地形资源 test， 也把它放进去。可以看到我们当前有了一份地形资源，这份地形资源的话，其实主要就是给当前我们去编辑的一个地形使用的这份资源。这部分你们上面编辑的内容的话，都会被记录到这个地形资源里。这是地形资源部分。
那以上部分呢，就是关于我们所有的一个资源的一个讲解部分。接下来讲一下我们的工具栏部分啊，这个部分刚刚前面已经讲过了，这是关于我们的资源创建部分。那这一部分呢是关于我们的一个资源的排序方式。我们资源当前的排序方式是通过名字啊还是类型来进行一个排序，这个是一个排序方式啊。这个的话啊，这种图标的话，一般都是一个搜索的方式，通过名字啊还有 UUID 还是路径来搜索我们当前的资源。那同样呢，你看我们也可以通过打印当前的资源的 UUID 啊，在这儿来搜索到当前的资源，可以看一下，复制 UUID， 然后来搜索一下指定的资源，这种方式搜索。那同时呢，我们的资源你看还有一种方式是一个资源的一个过滤类型的过滤。比如说我们当前只要搜索一个动画片段资源，你看我点击，所有的动画片段资源都被搜索出来了，这是一个资源的过滤部分。那我们现在选择所有，那这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面板那个容器的一个折叠和展开，你看折叠展开，所有的资源都被展开了。那这个还是一个面板的刷新功能，如果当前面板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可以通过点击刷新按钮来刷新我们当前的面板。那以上内容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资源管理面板的一个内容解说。那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咯，拜拜。